澳大利亚28岁男子深海探险，惨遭大白鲨撕咬，生死瞬间都被记录下来，并被剪辑成一部纪录片。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1964年11月29日，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在享受惬意的周末，要么窝在家中，要么外出散心。但28岁的亨利·博斯不属于多数人，他是一个狂热的水下摄影师，同时也是墨尔本一支摇滚乐队的萨克斯风主奏手。他才华横溢，精力旺盛，热爱挑战，注定不会安于一潭死水的生活。所以，当他决定要前往一座偏远、荒凉、充满神秘气息的火山岛拍摄海豹和水下鱼类时，他的身边没有人说不，连他的女友吉尔拉特克利夫都没能劝住他，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亨利决定做什么，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普通游客踏足的金色沙滩，而是位于维多利亚州外海，距波特费里港22公里的原始岛屿，名叫茱莉亚·珀西岛。那里没有酒店，没有人烟，只有苍茫的海风、黑色的岩壁以及大自然真正的样子。这座岛屿形成于约700万年前的一次剧烈海底火山爆发，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地壳运动与海洋力量搏杀的遗产，也是澳大利亚大陆从南极洲板块撕裂分离时留下的痕迹。茱莉亚·珀西岛四周的海水深达30至50米，锋利岩石分布在沿岸，浪涛在这些礁石间翻滚拍击。岛的西南方是一整片垂直的悬崖，布满石块的海湾、海岸平台，以及藏着各种海洋生物与未知深洞的海蚀洞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茱莉亚·珀西岛是澳洲毛皮海豹最大的繁殖地之一，周边还栖息着一些极为罕见的海鸟，但海豹的存在也预示着另一种可怕生物的到来。大白鲨的天敌之一，也是它的猎物来源。那天清晨，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港口微微起伏的水面上。亨利·博斯所在的维多利亚潜水俱乐部与来自波特费里的福分潜水俱乐部成员一同登上了一艘商业鲨鱼捕捞船，从莫因河码头出发，驶向这座与大陆隔绝的茱莉亚·珀西岛。那天的海面风平浪静，亨利身穿一套黑色兜帽潜水服，这在当时虽属常见，却无意中让他在水下看起来更像一只海豹。这是后来的专家指出的一个关键点。抵达岛屿后，他们将船停在离岸几米远的地方，几人开始检查设备，讨论水下拍摄计划，准备进入海中拍摄毛皮海豹的生活画面，为纪录片素材添砖加瓦。就在他们准备入水前，三人中的迪特马克鲁帕与弗雷德阿恩特突然谈起了一个当地流传的恐怖传说，那是关于一头巨型大白鲨的故事。它游弋在这片海域多年，潜伏于幽深水下，常在雾气弥漫的清晨突然现身，人们为它起了个诡异的绰号，叫做大本钟。虽然这类怪物传说多数只是渲染或夸张，但考虑到现场海豹数量密集，食物充足，这种鲨鱼出没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试想，一个人站在一艘小船上，身处偏远岛屿的深海之中，周围满是野性与未知，危险已在暗涌之中悄然靠近，你就拥有了构成海洋最恐怖生物的全部要素，哪怕只是想象出的怪物。但据当地人声称，这头鲨鱼确确实实存在，而且长度至少有6米。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展示了身体上的伤疤，来证明这不是传说。然而对亨利来说，这样的传说不但没有吓退他，反而更激起了他的猎奇心理和职业冲动。他兴奋地认为，如果真的能拍到这样一头大白鲨，那将是他摄影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大约在中午12点45分，亨利第一次下水，游到较深水域拍摄。他拍摄了大约1个小时，于下午1点15分左右返回船上。由于对第一卷胶片不太满意，亨利决定再次潜入水中。这一次，他与迪特拉和弗雷德一同下潜，两人手持短柄鱼叉，谁也无法预料，这次潜水将永远改变他们的人生。在无装备供养的自由潜水中，三人发现了一群在浪花间打滚的海豹。亨利立刻举起摄影机，聚焦于一只雄性海豹身上，但就在这时，海豹群突然掉头逃窜，原本充满活力的水面瞬间变得安静。有什么东西不对劲？由于水下视线极差，潜水员们一时难以辨别发生了什么。他们继续下潜至10米深，贴着海底游动，试图寻找刚刚那群海豹，却一无所获。意识到情况不对后，他们准备上浮。当亨利的头刚破出水面，一道强大的力量仿佛火车般猛然撞上了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知道自己遭到了袭击。他举起双手向身边潜水员示警，并撕心裂肺地大喊：鲨鱼！几乎在喊出那一刻，他就被那股猛烈的力量扯进水中，拖入深渊，毫无反抗余地，水面陷入疯狂，浪花翻腾。鲨鱼拉扯的力道如此之强，亨利的面罩和呼吸管瞬间被撕裂脱落。
在电光火石之间，他终于看清了袭击者的面貌，一头大白鲨正是传说中的大本钟。鲨鱼死死地咬住了他的小腿，像狗撕咬破旧拖鞋一样左右摇晃亨利。亨利拼命试图抓住他的眼睛，但对方硕大的吻部挡住了他的手臂。随着剧痛传来，鲨鱼锋利的牙齿刺入了他的腰部，亨利的指尖在鲨鱼脸上挣扎滑动。可比伤口更致命的问题是，他在溺水的情况下不断下沉。从袭击发生那一刻起，他已憋气约45秒，身体被巨兽撕扯翻滚，肺部像被烈火灼烧。他正在窒息，就在痛苦到极点时，亨利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几小时前在船上谈论大本钟的那段话，恐惧和绝望瞬间吞噬了他。但就在此时，鲨鱼突然停止了撕扯与翻滚，亨利感觉到片刻的平静，他奋力向水面游去，终于破出水面，大口喘息，试图活下去。他本能地伸手去摸自己的左腿，却只摸到空荡荡的一片，腿已经不见了。那头鲨鱼把他的腿整个撕走了。即便身处极度休克与剧痛之中，亨利仍努力保持意识。而接下来，迪特玛·弗雷德也迅速游到亨利身边，但危险还没有结束，那头鲨鱼还没走，他又折返了回来。大白鲨似乎尝到了血腥的滋味，对亨利意犹未尽，再次游向这个毫无防备的水下摄影师，准备发起第二轮攻击。但这次迪特拉和弗雷德奋力反击，他们用短柄鱼叉一次又一次挡住鲨鱼。鲨鱼前后至少冲过来5次，每一次都被他们拼死击退，场面惊心动魄。这头鲨鱼攻击的执着程度令人震惊，两人的鱼叉在反复搏斗中甚至被撞弯变形。很快，船上的人注意到水中的混乱，潜水艇高速驶来支援。危急之际，亨利的女友吉尔拉特克利夫在甲板边高声呼喊，几人咬紧牙关，一点点将亨利拖拽上甲板。亨利的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发紫，一上船他就接受了急救。亨利的伤口血如泉涌，其他潜水员帮他固定身体，并迅速为他扎紧止血带。他们的动作快速而坚定，但每一秒钟都像是在和死神拔河。尽管还有几名成员仍滞留在茱莉亚珀西岛的岸边，但亨利的情况最为紧急，船长当即决定不顾一切，先送亨利回岸就医，再返回接人。亨利的状况已逼近临界点，他再晚一刻可能就会因失血过多陷入不可逆的休克。在高速返航的过程中，船长一边驾驶一边拿起无线电与岸边急救中心取得联系，请求提前备好血液并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当船终于抵达波特费里港口时，码头上已停着一辆亮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急救人员推着担架飞奔上前，船员连滚带爬将亨利交给了医护团队。更幸运的是，救护车上已准备好了数升备用血液，可以随时进行抢救。经过医生统计，亨利在这次鲨鱼攻击中共失血约 3.5 升，几乎达到了成人生命临界线。他被立即送往沃南布尔医院进行紧急输血与手术抢救。这起事件震惊了澳洲整个潜水圈，也引发了2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说法来自当时在场的迪特玛，他回忆说，亨利在潜水前曾在沙滩上逗弄过一只狗，甚至坐船时还在抚摸它。狗的唾液、皮脂气味可能残留在潜水服上。而鲨鱼以嗅觉灵敏著称，尤其能识别出来自哺乳动物的血腥或腺体气味，这可能引发了攻击反应。鲨鱼以为它是猎物。第二种理论则聚焦在潜水服本身的颜色上。虽然大白鲨被广泛认为是色盲，但澳洲2所大学的研究表明，在浑浊的海水中，那些对比强烈、颜色明亮的物体更容易被捕食性鱼类注意到。而亨利当日所穿的潜水服内衬正是醒目的黄色，在深绿色海水中如同一面猎物信号旗帜，可能无意间成为了致命诱因。但也有专家指出，鲜艳颜色在海上搜救行动中具备极大优势，能提升被发现和救援的概率。因此颜色是否安全并没有定论。不论鲨鱼为何发动攻击，亨利在密集的海豹群中被卷入一场残酷的捕食误判已成事实。而更加令人震撼的是，他竟然活了下来，尽管经历了剧烈撕咬、失血性休克、剧痛与恐惧交织的极限生存，他最终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保住了性命，并在数周之后奇迹般康复。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因此退缩，反而选择再次返回大海。他带着一只背着相机，在潜水教练的陪伴下重返水下世界。1968年，亨利还发布了一部纪录片，名为《野性暗影 Savage Shadow》，其中不仅有部分真实袭击画面，还加入了事件的重现场景。在后来的采访中，亨利表示自己不怪这只鲨鱼，在他看来，
这些生物只是遵循本性行事。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一群经验丰富、反应迅速的潜水同伴。许多人可没有这么幸运。亨利甚至说，他失去的那条腿正是他活下来的原因，让鲨鱼以为他得手了，最终放弃了继续攻击。但这起事件不同于大多数大白鲨的试探性咬伤，这头鲨鱼显然是打算将亨利吃掉，反复回游，5次追击，毫无试探之意。如果不是亨利的2位朋友拼死抵抗，那趟出海恐怕真就是他的最后一程了。